太后娘娘，这是奴婢亲手熬制的，用乌梅、山楂、麦芽，再辅以佛手、薄荷，虽无糖，但自带一缕甘香，可健脾化滞、利水消渴。哦，待下来试试。怎么样？比太医院的汤药顺口多了。哎呀，前段时间哀家是一口汤药也喝不下去，如今这胃口竟也好了。还有14，最近听说14的睡眠也好了很多。唉，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宫女，竟比御医强。这个奴婢可不敢邀功，都是奴婢祖上传下来的秘方。你的祖上是曾出过名医吗？名医谈不上，不过奴婢确实是世家行医，属于在当地小有名气而已。再加上奴婢从小有些天分，也喜欢听祖父讲病理治方。长大之后，也时常去翻阅一些古方啊、医书，稍作改良，所以这些方子颇有效果。可见女子若肯钻研，不比那些男子差。嗯，你这姑娘，哀家喜欢。让你做个普通的宫女是屈才了。瑞珠，打今儿起，叶瑾升为慈宁宫私膳房宫女，专司膳食一事。是，太后。谢太后隆恩。大家好呀！这就是新来的太后心头肉，也不知用了什么云呢。才进宫几个月吧，膳房几十年没换过人，她却踩着仙鹤上天。哟，叶瑾姑娘驾到了。听说你一碗药汤就得了太后她老人家的赏识，这年纪轻轻便有这手艺，怕不是哪位神仙转世啊？太后娘娘才是真神仙，咱们呀都是神仙底下炼丹的童子。这丹若炼成了，皆大欢喜；这丹若是炼废了，谁都没有好下场。这个是新膳谱，太后娘娘试吃了3日，气色好了，食欲也开了。从今日起，慈宁宫早晚饮食皆按照此执行，谁敢擅改，出了问题都送去慎刑司。叶瑾姑娘好大的威风，这头一日上任，倒给老奴好一个下马威啊！哎，春姑姑，您是宫里老人了，我这初来乍到的，哪敢跟您争锋啊？只是这慈宁宫最近在查账，春姑姑负责采买多年，这贪墨的银两足够养老了。光是兰贵妃的那几笔赏银就不是小数。颤抖吧，你们这些 NPC！我一个开挂的穿书者，还收拾不了你们。叶简姐姐，瑞珠姐姐差奴婢来传话，太后娘娘明日留兰贵妃和端贵妃2位娘娘用膳，吩咐小书房多添几道菜，请您这边早些准备。知道了。这2个妃子凑一起，就没个好事儿。我这第1天上任，就给我整这么刺激。见过太后，见过2位娘娘。听闻太后宫中换了新御厨，这道茯苓桂花糕做得精妙，甜中带香，色泽幽微。只是为何
只有臣妾这边有。回贵妃娘娘，奴婢知道您最喜欢这道糕点，便依照您的口味特意备制，故只此一份。倒是有心了。只是听说有孕之人口味多变，不若也请端妃妹妹尝一块，若合她口，日后也好叫膳房多备些。嗯。等一下，恕奴婢冒昧，奴婢瞧着这糕点之上像是有白屑，恐怕是不慎误入了丁香粉。丁香粉那又如何？回太后，丁香温中散寒，用以糕点增香最好不过。只是孕妇最好忌口，若不小心吃了，轻则腹痛，重则引发冻胎。所以奴婢不敢轻忽此事。真是危言耸听，本宫从未听说过丁香粉会对孕妇不利，怎的在你口中倒偏就成了致命的毒药？休要小题大做，挑拨离间。贵妃姐姐有所不知，妾身自小便对这丁香粉不适。若非这位宫女及时提醒，今日误食，恐怕不止腹痛这么简单。今日这糕点掌勺者是谁？太后恕罪，此糕点是由奴婢掌勺，奴婢只是严格遵照叶锦姑娘的配方，并无增添配料。如今这膳房由叶锦姑娘掌管，这所有的菜品均由她亲验后方可上桌。奴婢只是照章行事，实在不知怎会出了纰漏。叶锦，你来说。回太后，糕品出锅时，奴婢亲自试吃过，当时味觉有异。只是端妃娘娘桌上这份糕点，明显是掺了丁香粉，显然是在半路被人调了包。在这后宫，仅凭怀疑可不行，你得拿出真凭实据。回贵妃娘娘，在奴婢的家乡，食品安全可是重中之重。根据奴婢家乡的规矩，自从接管小厨房以来，按照家乡的习惯，特意设置了菜品留样制度。若太后允许，可传留样糕点与端妃娘娘桌上的糕点做比对，便可明辨真假。瑞珠，来人！太后请看，这是留样糕点，色泽微黄，松软有纹。而端妃娘娘桌上的这一份糕点，色浅且泛白，糕缝之间有明显细屑残留，显然这不是出自同一锅。果然是有人调包。是谁？竟敢在哀家眼皮子底下行此下作之事？奴婢记得这锅糕点出锅时是由春姑负责的，如果不是春姑中途失职，或者有人私下授意，想必旁人不敢轻易调换吧。太后恕罪，奴婢冤枉了。来人，将春姑打入慎刑司，仔细审问，务必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奴婢冤枉，太后。叶锦，你那食品留样和签验封签之法倒是极为妥当。这宫中嘛，诸事繁杂，但以吃食最为根本。以后宫中膳食皆依叶锦所言，膳后食材、汤羹、点心皆封存3日，厨房进出亦签验封签，错一处皆需追查。是，太后娘娘英明，若早先行此法，
也不至于今日叫奸人有机可乘。叩见贵妃娘娘。奴婢叩见贵妃娘娘。叶瑾是吧？真是好本事！前几日还是个等死的阶下囚，如今摇身一变，倒成了太后跟前的红人，连春姑这样入宫20余年的老人都栽在你手里。不过你可知，在这后宫跟本宫作对的人，会有何下场？奴婢只是做分内之事，无心与娘娘为敌。是吗？恕奴婢冒昧，娘娘最近是否常觉小腹隐痛？夜里冷热交替，刺痛难眠，吃得稍多则小腹胀闷，不吃又觉得小腹阵阵绞痛。你这是何意？奴婢略懂些医术，尤善妇科。贵妃娘娘脸泛清白，唇干气虚，眼角有红筋，这是典型的血瘀宫寒之症。此症顽固，很难根断，极易反复。想必娘娘也已经寻过太医了，但是男女有别。太医虽医术高明，却不敢细查于内症，所开也多为温补之方，只解一时，难达根本。但这病，奴婢能治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你一个小小的宫女，口气倒是不小。奴婢不敢妄言，只是见娘娘神色有异，担心耽误了病情。此病若拖久了，怕是损了气血，伤了根本。来日即便再得恩宠，也怕是难成那份喜脉了。娘娘，奴婢记得3个月前夜里，您曾因腹痛唤人，太医说是寒气入腹，可这药连换了几副都不见效。那依你之见，本宫该如何医治？每日当以艾草、益母草熏蒸驱寒，再配以药膏温敷关元与命门之处，3日便可缓痛，7日便可见效。此法通络而不伤元，调经而不扰宫。若是娘娘信任奴婢，不妨用此法试上一试。这几夜倒真安生了些，虽腹中还有些微胀，但已疼得不厉害。奴婢也觉得娘娘脸上有了些血色，眼角也不再发青，这药熏之法还真是有奇效。想不到那叶瑾竟还真有几分本事。碧清，奴婢在。你去库房挑5匹上好的绸缎，他既有这手段，也该赏他些颜面。再一会儿叫他过来替本宫复诊，记得说话客气些。是，奴婢明白。娘娘赏他如此体面，他定会感激在心。这几日怎么越发臃肿了？脸都胖了1圈，妆都化不匀了。娘娘身子贵重，这般气色丰润，是福相呢。皇上最不喜这等福相，若再胖下去，皇上恐怕都不愿意再来本宫这里了。娘娘可还记得太后宫里那位名为叶瑾的宫女？啊，就是上次帮娘娘解围的那位。本宫自然记得。听说她医术精湛，尤善药膳调理。奴婢昨日陪娘娘去给太后请安的时候，看到太后气色上佳，显然是多亏了她的调理。要不奴婢去请她过来一趟，说不定能解娘娘的烦忧呢。好，珍儿，你去库房拿锦缎5匹，珠钗1套，再配上1封手信，
就说上次感谢他替本宫解围，顺便再让他来一趟训话。是，奴婢这就去。叶锦姑娘，叶锦姑娘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，今日你可不许与我相争。兰贵妃，端妃，宫中规矩，哪有什么先来后到，都是各凭本事。贵妃娘娘说了，这些赏赐不过是小意思，后头还有重赏。我们娘娘也有重赏，而且更丰厚。宫里谁不知道，我家娘娘是最大方的。大不大方得靠银子说话呀。行，都是不能轻易开罪的主，选谁都等于往枪口上撞。两位娘娘抬爱，叶锦实在是惶恐。娘娘喊召，应该是立刻前往了。只是奴婢今日时间不允许，因为14爷吩咐奴婢去为他准备药浴，若是耽误了时辰，叶锦这个小命就不保了。当然，两位娘娘的情况，奴婢也是清楚的。我这里准备了2份药方，你们各取1份，只管回去复命。娘娘赏赐实在是惶恐，只是无功不能受禄的。若这个药方起效了，到时候再赏也不迟。哼！王爷，他拿您当挡箭牌呢。拿本王当挡箭牌，他胆子倒是不小。就是，那女人简直无法无天，什么大白天伺候沐浴，这不当众搅浑水，引人遐想吗？简直就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破坏您的名声，罪该万死。本王的名声反正也不怎么样，他用一下倒是无妨。本王感兴趣的是他那一身的医术、日常谈吐，还有时不时蹦出来的那些奇怪字眼，让本王觉得她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宫女。那王爷是怀疑她另有来历，要不要派人查一下她底细？何必兴师动众呢？让本王亲自一试，岂不是更快、更有趣？皇上驾到！这是什么阵势？贵妃这是在忙什么？回皇上，娘娘近日身体不适，太后宫里的叶锦姑娘给娘娘开了药方，以药熏之法调养身体。娘娘试了2日，说极未见效，便日日施行。荒谬至极！端妃，你这是在干嘛？皇上，胡闹！你怀着龙胎，怎可如此胡来？若是伤了胎气，如何是好？皇上息怒，臣妾是从太后娘娘宫里那位叶锦姑娘教臣妾的瑜伽养胎术，说是可以稳养胎气，还可以控制体重呢。臣妾试了2日，腰也不酸了，气都顺了，身体还轻盈了不少呢。又是叶锦，这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叩见皇上。这都什么时辰了，太后还没有服药吗？
请皇上明察，太后自前日起就不再服用老臣开的方子，臣日后在此地苦口婆心相劝，太后仍执意不肯服药。可是药味太苦。并非如此，据宫人所言，太后近来信任一位名叫叶瑾的宫女，此女自称祖上为御医，一口气废了臣的方子，改以无糖羹汤滋补调养，还教太后每日起身跳一套什么扭腰舒气法。扭腰舒气法？是的，太后说跳完之后胃口开，气也顺，连手脚冰凉也缓了些。可臣以为不过是噱头，毫无章法。如此之人是如何入的慈宁宫？听说是14爷亲自荐来的人。既然来了，就进来吧。奴婢见过王爷，王爷不是一向抵触奴婢的医术吗？怎么今日主动叫奴婢过来施针了？用了你的法子，确实有几分用处。本王最近睡眠好了不少。太好了。王爷，那我们开始啦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奴婢拜见皇上。皇兄，施针。大胆贱婢，竟敢在王爷身上动针！万一出了什么岔子，你可担当得起？皇兄莫怪，是臣弟吩咐他这么做的。臣弟最近久睡难安，百药无效。他说他有法子，臣弟才想着让他试一试。荒唐！一个宫婢，竟敢妄言医术！皇兄，这叶瑾可不是普通的宫婢，她有着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。皇娘自从施了她的无糖膳碘之后，病情有了些许好转，而且深夜也不再惊扰。我想着她的法子定有可取之处。看来你也被他蛊惑的不浅啊！一个杀害秀女的嫌犯，究竟给你喂了什么迷魂汤？你把他从慎刑司放出来，又安排进太后的慈宁宫，朕岂能容他再继续妄为？来人！皇上，宫女叶瑾妄言欺主，扰乱医礼，致太后病情耽误，实乃大罪，即刻发入新者库，为最低建议，以儆效尤。皇上，我冤枉我，师爷您得救我！皇兄既已有定夺，臣弟自无异议。带走。不是，狮子王爷，你得救我啊！你这王八蛋！午膳之前把这些活全部干完，干不完别想用膳。宋姑姑，为什么别人就洗那么点，我要洗这么多？哟，就算同为换衣奴，也分3、6、9等，就你是这里最末等的贱婢。皇上的旨意既是如此，你若是有意见，不妨亲自去问皇上。狗皇帝，你说什么？我说皇上圣明，皇恩浩荡。切！本来以为自己是天选之人，一路能逆袭开挂，皇上一句话就来到这儿，剧情知道再多有什么用？哟，这是谁啊？不是太后身边的红人吗？怎么今天沦落到如此下场？哎呦喂，原来是春姑啊！上次你闯了那么大祸，我还以为你
早就被逐出宫门了，没想到只是被罚入这小小新者库。看来你在宫中多年，果然树大根深。这些衣服在傍晚之前必须洗得一尘不染，若是有一丝的印痕，唯你是恶。本来以为跟十四爷多少有点情分，以前落难的时候帮过我，也护过我。还给我！我来，再走一步。停！王爷坚持住啊！1、2、3、4、5，只要能够走到头，就不给您安排药浴了。这叶瑾可不是普通的宫婢，她有着一手出神入化的医术。皇娘自从施了她的无糖膳点之后，病情有了些许好转，而且深夜也不再惊扰。你也被她蛊惑的不浅呢。带走！不是，走！狮子王爷，你得救我！你这王八蛋！没想到故意设计害我，不识死，不识死，狗食死！叶瑾妹妹，知慧，前几日听说十四爷把你从慎刑司带到慈宁宫，我高兴的一晚上没睡，想着等你安顿下来就来看你。这怎么又被罚到新者库了？该不会是又得罪了皇上吧？一言难尽，世事难料啊！啊，对了，我呀给你带了好吃的，来，趁热吃。知慧，我能求你帮个忙吗？你对我何必说这个求字？我欠你的，这辈子都还不完。你尽管说，哪怕是赴汤蹈火，我也绝不推辞。这是今日的膳点。如今这膳点越来越不合哀家的口味。娘娘，膳房每日皆按叶瑾姑娘留下的食谱照做，分量火候也从未偏差。唉，就这么几个趁手的人，他也不吱一声，就把人贬到了新者库。真是孝顺的好儿子。皇上也是忧心娘娘的凤体，忧心哀家的凤体。他是跟老十四置气，拿哀家当幌子，明明是亲兄弟，如今却弄得跟斗鸡似的，成天斗气窝火。天生哀家又不能插手，这一插手便又落得一个偏心的名头。唉，他跟老十四不同，自小没养在哀家身旁，就以为哀家偏疼老十四。可这都是哀家10月怀胎诞下的骨血，这手心也是肉，手背也是肉。哀家若不疼他，如今他还能坐在那龙椅上。娘娘莫动怒，切莫气坏了身子。罢了，他自小就那脾气，哀家若跟他动怒，早被他气死了。这糕点撤下去吧，吃着难吃，看着心烦。禀太后，秀女知慧求见，说有要紧之物欲献于太后娘娘。一个从未面圣的秀女来见哀家做什么？哀家平生最不喜的就是投机钻营之人。她说是叶瑾姑娘托她转交的，关于娘娘病症的续治方策。传她进来吧。是。秀女知慧叩见太后。起来吧。妾身此番前来，乃是受叶瑾姑娘所托。叶瑾姑娘虽被贬于新者库，却仍心系娘娘凤体。夜以继日，将祖传药理及自身所学悉心整理成册，奉上此方。册中所录讲述了萧可正病因病机，按体质分型进行调理。
辅以食疗、针穴、形养并举，并附有控糖口诀、药膳搭配、体质辨析、饮食起居40图、步行调息图。他说这是家中祖传秘方汇集，结合自身临床经验，细心整理而成。这哪是药方啊，这简直就是一本医书啊！这得集多少代人毕生心血才能成此书？他竟如此不藏私，全数献出。叶景姑娘说：“医者之道在于济世，愿此册能解娘娘病痛，亦盼来世传于后世，能为天下病患略尽绵力。”他竟有此心，没想到这孩子不仅医术高明，还有仁德之志，这胜过多少自诩高才的御医啊！这样的人怎能轻贱？瑞珠，带上哀家懿旨，去新者库走一趟。这件血衣在晚膳之前必须洗干净，若是有一丝的血液，唯你是问。给我回来！扔谁呢你？你个贱婢，在此喧哗什么？这个贱婢，她不服管教，宋姑姑，今日你可得好好教训她。今日的晚膳你也不用吃了，不吃就不吃，反正我来了之后也没吃过晚膳。哎呀，那明日的早膳、午膳你也都别吃了。行啊，既然都得饿死，那这活我不干了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牙尖嘴利，竟敢顶撞宋姑！须知在这里可是宋姑姑掌握着你的生死。你给我闭嘴！打谁呢你？你大胆！大胆的是你！你作为长氏宫女，你处事不公，还收贿赂。你耳朵上的耳环、脖子上的吊坠、手腕上的金镯子、梳妆匣里的玉簪，还有压在箱子底下那500两银票，都是你收贿赂的证据。我叶瑾实名举报你，天日昭昭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能给我作证。你来人，把他的嘴给我堵上！姑姑好大的威风！瑞珠姑娘是叶瑾，她无法无天，奴婢在管教她。太后懿旨，宫女叶瑾有忠诚仁心，医术卓绝，实为宫中难得之才。此次献上医书，功德无量。自今日起，调离新者库，封为内廷医女，准入内宫诊脉。奴婢谢太后恩典。太后娘娘最讨厌贪墨弄权之辈，劳烦宋姑姑随我回趟慎刑司，好好解释一番。冯公公，哎呀，这不是沈医女吗？恭喜恭喜！短短几日就从新者库宫女一跃成了正6品的内廷医女，奴才是真心佩服，刮目相看呐。福公公说笑了，不过是机缘巧合，蒙太后娘娘恩典罢了。回来了。王爷，奴婢见过14爷。看奴婢回来，王爷是不是很失望啊？哦，为何这般讲？若不是王爷，奴婢又怎么会去新者库呢？看来你都已经知道了，但比本王预想的要早了一些，的确有些本事。我一心信任王爷，王爷为何要故意设局害我？你认为本王是要害你？难道不是吗？此处金砖玉瓦，但却是一座步步惊心的牢笼。纵使高贵如皇额娘那样的身份，也有约束她的规矩。你一个小小的宫女，初来乍到，锋芒毕露，若真让你一飞冲天，怕不是一个新者库能够了结的吧？本王念及于你的情谊，便提前替你踩了一道坑，看你能不能爬出来。顺便看看，你到底是有何倚仗？那王爷看清了吗？叶瑾姑娘心思太深，本王看不清。可奴婢却看清王爷了。
王爷此人喜怒无常，心思深沉，处事如下棋，惯爱算计人心。也是怪我曾经一度被王爷的风采所迷惑，把你当成我的故人，错付真心。但经此一事，奴婢也明白了，像王爷这般的人物，只可远观，不敢亲近。所以从今以后，你我各安其道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奴婢给太后娘娘请安，太后娘娘的恩情，奴婢没齿难忘。奴婢一定好好伺候您，让您长命百岁。快起来吧，谢太后。你这孩子嘴还那么甜。哀家虽然擢升你为医女，但哀家的小厨房可离不开你。以后哀家的日常饮食照旧由你负责。是。那太后娘娘晚膳想吃什么？奴婢这就去做。哎呦，哀家如今是个病人，哀家的晚膳吃什么，当然由你来负责。哦，对了，再过些时日，就是新秀女面圣的日子。哀家的慈宁宫今日给这些秀女们每个人添道菜。奴婢遵旨，太后请放心。主线终于启动了，走完主线剧情，很有可能就是回家的路。智慧用了10年才熬成皇后，我若让她1年登顶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把这些菜都分发下去，就说是太后娘娘体恤各位小主的，赏赐给他们。是。见过智慧小主。叶瑾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呀，现在慈宁宫上房当差，太后呢赏给各位秀女一道菜，我呀特意给小主送过来。来，快坐下。无人的地方还叫我小主，唤我一声姐姐也便是了。姐姐，这是什么？我这几日身子不是很舒坦，幸好有云溪去太医局亲自替我求了方子，送来这安神汤，我连服数日，倒觉得精神都好些了。不对，安神汤不是这个味道。姐姐喝了这汤药，会不会常觉小腹发冷？怎么，这药有问题？这药里有藏红花的味儿。藏红花乃是破血之物，若女子长期服用，易伤气血致宫寒，久而久之，难得子嗣。什么？可是这方子是太医院开的呀。方子是太医院开的，但这汤药从太医院送到你手里，谁能保证中途没有人再给你添一味呢？是谁要害我？若姐姐没有子嗣，以后哪怕再得宠，也恐在宫中难以立足。那这事儿对谁最有利？所有的秀女都有嫌疑，可唯一能给我下药，并且让我毫无防备喝下的，只有一个人——云溪。那你打算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现在心里乱得很。我一直把她当姐妹的，没想到她竟然……如果你信我，我倒有一计。快来人呐！快来人！智慧小主晕倒了，快去传太医！快让人去找兰贵妃，就说储秀宫出事了。是。慧妹妹，慧妹妹，你醒醒，你别吓我。见过各位小主，云溪小主，智慧小主近日身体不适，听说是您亲自照料，每日都来送汤药。我与她情同姐妹，照顾她也是理所应当的。那不知是哪位太医开的方子啊？
是张太医。张太医，是。这张药方可是您开的？黄连、柏子仁、世远、酸枣仁，这安神之方确实出自我手。那这张呢？藏红花、桃仁、丹参皆是破血之物，与安神可是毫不相干。汤药中确有藏红花，女子久服此物，轻则气血两虚，重则终身不孕。此药方绝非我所开。云溪小主，每日都是你来送汤药，事到如今，你不该给众人一个解释吗？你一个贱婢，有什么资格对我兴师问罪？那本宫呢？本宫可有资格向你问罪？本宫素知你们秀女间暗潮汹涌，各怀心思，没想到竟有人胆大包天，敢在汤药里动手脚。此事若不彻查，本宫将如何给皇上与太后一个交代？娘娘，娘娘，我真的是冤枉的，我毫不知情啊！娘娘，娘娘，是否冤枉，一查便知。来人，拖下去，彻查。娘娘，娘娘不要啊！娘娘，我毫不知情啊！娘娘。姐姐，人都走了，起来吧。这件事情会不会太过了？云溪她怎么？姐姐心软啦？今日她若得手，害得我终生不育，他日又会有谁来可怜我？姐姐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就好。3日后，秀女就要面圣了，现在已经没有时间赶上，你要打起精神来，想想如何在面圣时占得先机。可面圣看的是皇上的眼缘，我不过平庸之子，如何占得先机啊？姐姐，你可不要妄自菲薄。在我看来，这届秀女里最出众的只有4个人：云溪风情，萧柔貌美，柳眉明艳，智慧温婉。如今云溪已不足为虑，那现在只剩下2个禁地。哎呀，得想个办法，如何在面圣之前把他们全部解决，这样姐姐就能脱颖而出了。解决？没错，解决。娘娘，皇上方才已至宫门，可偏巧遇到端妃那边来人，说端妃娘娘身体不适，皇上便改道去了端妃宫里。这个贱人，3番5次的跟本宫抢人，真当本宫拿他没办法了？娘娘息怒，息怒？你叫本宫如何咽得下这口气？依奴婢说，娘娘不如从新秀女中选几个资质好的，安排到皇上身边。等皇上有了新人，端妃借腹争宠的手段未必能……住口！娘娘对皇上一往情深，往皇上身边塞人，岂不是让娘娘更妒心？奴婢该死，奴婢有罪，奴婢该死，奴婢有罪。禀娘娘，慈宁宫医女叶瑾求见。她来的正好，让她进来。给贵妃娘娘请安。起来吧。谢娘娘。
本宫听闻你去新者库待了几日，又凭献医书得太后青睐，被封为内廷医女。你倒是有些手段。今日到本宫这儿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今日奴婢前来是来给贵妃娘娘解忧的。你一个医女不去治病，倒来解忧？奴婢不仅能为娘娘解忧，也能为娘娘治病。近几日流言纷纷，说端妃娘娘几次三番拦下圣驾，阻挡皇上来娘娘这儿。奴婢斗胆揣测，娘娘近几日应是胸闷气滞，食欲不振，夜不能寐。奴婢有好办法，能够替娘娘解除心病。那你说说，你有什么好办法？娘娘不妨好好利用最近新进宫的这批小主们。莫非你也想劝本宫用秀女分宠？当然不是，娘娘现下最要紧的不是争宠，而是立威。我们贵妃娘娘之威仪，后宫何人不知？娘娘身份尊贵，掌管6宫生杀权力，自然人人敬畏。但这敬畏只是恐惧娘娘的权势，并非对娘娘真正的尊重。端妃娘娘身怀龙嗣，母凭子贵，身份地位水涨船高，可这宫里人人观风望相。若是娘娘不在此时巩固自己的威望，那待他日端妃娘娘诞下皇子，娘娘这6宫之首的位置未必做得长久。大胆！依你之见，本宫该如何行事？自然是收拢人心。新秀女入宫尚未归属，是最易拿捏之时。娘娘不妨设一场花宴，广邀诸位小主，也让他们知道，在这后宫当中，谁才是真正的主子。哼。